停车！快停车！前面不能过！小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拦我的车算怎么回事？前面有牛粪，你的车过不了。哼，牛粪？我开的车还能怕牛粪吗？你是不是在这故意找茬？我总不能说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前面的山会塌方，才不让他过去吧？万一他和村里的人一样觉得我是灾星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找茬，我是要捡那些牛粪去卖钱。你过了就给我压坏了。捡牛粪卖钱？哼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营生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还好赶上了。这要是刚才开过去了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其实我不是要捡牛粪，我是预知到这里会山体塌陷，怕你出事才拦你的路的。你能预知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我一命啊！庭生，你赶紧来林家村口，快！找你有急事啊！庭生，我在这儿。奶奶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？这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叫林婉星。我决定了，你娶她。奶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搞这个跟皇帝指婚似的，太荒唐了。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我就是一农村姑娘，配不上她。什么农村姑娘？我就喜欢农村姑娘。农村姑娘朴实能干，灰姑娘还有春天呢。哎呀，庭生，你就让奶奶过一把皇帝瘾，听话啊！林婉星，你又在这里丢人现眼，真是个灾星！跟我回家，走。你个死丫头，刚才又在那乱说什么？救那个城里老太太干什么？走，庭生，咱们也赶紧过去看看，别让小姑娘受委屈了。我没乱说，我是看到那个老太太会被山坡塌陷砸死，我是在救她。算了算了，你有那本事，我正好留你。你不是能预知事儿吗？帮我预知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能入职顾氏集团？实在不行，你耍点手段让我进去也行。不行，入职这种事情是要靠实力的，我不能帮你。你个灾星，我是你堂姐，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我赏识你的能力，让你放在家里，你居然还敢拒绝我！就算你收留我，我也不做亏心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吃饱硬了是吧？不帮我是吧？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别在我家吃白饭！你怎么这样对孩子？他好心做好事，你不觉得光荣也就罢了，还要把他赶出去？那也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跟你一个外人没关系。姑娘，跟庭生结婚吧，结了婚你就有自己的家了，就再也不用受这种委屈了。结婚，这也太草率了。不草率，你救了我，我信你。跟庭生结婚，我保你不受欺负。如果我不用预知的能力帮林思怡，就会被赶出门。可我不愿意帮林思怡，去哪儿不是家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奶奶，你怎么能乱做决定呢？我怀疑她就是另有所图，想靠着结婚攀高枝。你懂什么？婉欣是个好姑娘，就算是为了奶奶，听话啊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但这事儿我心里不舒服。咱别耽误时间了，咱现在就去民政局领证。来，两位先生看镜头，3、2、1，下。真没想到，刚被赶出家门，居然就和一个陌生男人结婚了。奶奶，哎呀，走，奶奶带你回家。
婉欣啊，这是我们陆家的传家手镯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不行不行，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跟庭神就是……什么贵重不贵重的？你是我们陆家的少夫人，这本该就是你的。可是我就是个农村姑娘，带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合适。哎呀，别纠结手镯了，先去把衣服换了。换衣服？我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的，穿礼服太别扭了。奶奶特意让人备的，别扫她的兴。啊！哼！哟，这手镯一看就好看，真不愧是大户人家的东西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。婉欣是我们家的人，她嫁过来，我过来看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她那预知的本事，还是我先发现的。你忘了你当初是如何把她赶出家门的？现在想来沾光了，没门！那也是我们家务事儿。她现在发达了，总不能不管家里吧？助理，把她请出去，禁止踏入陆家大门半步。陆总，你不能这样，李婉欣她……我的乖乖，这也太好看了！我们婉欣真是典型的美人胚子呀！再好看又怎么样？不还是个农村丫头？怎么样，庭山？我没说错吧？你和婉欣最般配了。还行。你看看这身材，比那些名门闺秀还出众。奶奶，这手镯是陆家的传家宝，得要回来。你这孩子，送出去的东西哪还能要回来啊？这手镯意义非凡，先交给我保管吧，回头再说。没事的，奶奶，既然是传家之物，是该好好保管。还给你，我本来也觉得太过贵重，受之有愧。你倒不纠结。不过我有个小要求想跟你提一下。他果然还是有目的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不，我不要东西，也不要钱，我就是想找份可以糊口的岗位，自己赚钱，心里踏实。什么？居然是工作？行，我让他们给你安排。凭什么他一句话就有工作？凭什么？凭他靠自己，你们不配。助理，把他送走。李婉欣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刚才没说完，明天去后勤部报到，从保洁员开始做起。擦这么久还没擦干净吗？这点活都做不好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已经擦了3遍了，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再擦1遍。上班时间还敢玩手机？告诉你，我扣你工资！你怎么会有陆总电话？陆庭深是总裁。敢不接我电话，可能是工作太清闲了。什么陆庭深？说不定就是同名同姓的普通人。我可不能被唬住！别愣着了，把这块地给我扫干净，一个灰尘都不能有。好，经理，我会打扫干净，不会耽误事的。经理，我打扫干净了，你来看一下。干净。你看，这是一地垃圾，这叫扫干净了？是眼瞎吗？我已经打扫干净了，这是你弄倒的，不是我的错。这里是后勤部，我说谁错就是谁的错。要么把这里打扫干净，要么给我滚蛋！
不是我的错，我为什么要认？我不是惹事，我是讲道理。还敢跟我讲道理？我看你是不想干了！现在给我滚！住手！你一个经理欺负员工，像话吗？你谁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公司后勤部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劝你少管闲事。我是他奶奶，她是我孙媳妇儿，凭什么不让管？就他一个保洁员，还想攀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别多管闲事，不然连你一块干。奶奶，算了，你别和他争了，我再打扫一遍就好。你不用怕。现在知道服软，晚了。要把这里打扫干净，要给我滚蛋！你让谁滚的？你让谁滚的？公司规章制度当耳旁风了是吧？随意欺负员工，谁给你的胆子？陆总，我没有欺负他，是他工作不认真，我才稍微惩罚他了一下。你看陆总，他搞得一团乱，我说他2句还敢顶嘴。明明是你故意刁难，还在这胡说八道。老太婆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工作丢了，你能赔得起吗？通知人事部立刻开除后勤部王经理，不录用。呀，陆总，我错了，陆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陆总，陆总。跟我回家。可是我还有东西没拿。不用了，我给你买新的。陆总，陆总。说。陆总，按你的吩咐去查了。林婉欣从小父母双亡，一直养在他堂姐家。身份背景简单，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们结婚的事能不能先暂时隐瞒？我不想多事被人议论。隐瞒？怕别人知道你跟我结婚，还是有别的什么心思？对不起。倒是比我想象的要有趣一点，有时候还挺可爱。怎么是2张被啊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睡在一起的第1晚，居然分床，苍天啊！这婚结的还真是草率，居然分2张被，就这么不想和我一起睡？安分睡觉，别胡思乱想。知道了。庭深，我给你带了早餐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辛苦你跑一趟了。他让我来办公室找他，怎么有别人？那就是本薇薇吧，陆总的青梅竹马。听说2人马上就要订婚了。可不是嘛，他俩感情一直好得很，肯定是要结婚的。算了，本来就是误打误撞结婚的，我赚够钱就和他离婚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丢了工作，这笔账我必须讨回来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但你不能生气。
有话快说，我还有事。就是那个保洁员林婉星，她一直觊觎陆总，最近啊，故意在陆总身边刷存在感。他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觊觎庭深！我现在去找他算账。白小姐，你这次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就是说他2句，陆总才把我开除的。喂，今天别去食堂了，我让助理给你送午餐，送到办公室来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自己去吃就行。咱们的婚姻本来就该低调。庭深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你结婚了？我的事与你无关，出去。怎么会无关呢？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怎么能娶别人呢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离开这里，否则我就叫人请你出去。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白小姐她非得来。喂，停下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我已经回国了，哥，我听说你结婚了，嫂子只能是薇薇姐，我这就去找那个女人算账。哎，陆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就是林婉星，敢嫁给我哥，也不看你自己配不配。我和你哥是合法夫妻，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。我限你3天之内跟我哥离婚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你现在拄着拐杖，情绪这么激动，容易摔跤。你没事吧？我刚刚对你恶语相向，你怎么还帮我？帮你是出于本心，跟你刚才说的话没有关系。薇薇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哪来的残废？别碰我，把我衣服碰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他不是故意的，你说话没必要这么难听，道歉就好，没必要人身攻击。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一个保洁来教训我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薇薇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第一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。林婉星，我们走，少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啊，林婉星，你就是那个觊觎庭深的保洁员，也不看看自己的条件，能配得上他？少给我胡说八道，我看他比你配得上多了。你根本就是嫉妒，还轮不到一个残废来教训我，给我闭嘴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他不仅骂我，还说我是残废。她居然是陆庭深的妹妹，2个人性格完全相反啊！庭深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啊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她。庭夏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之前每年在国外给我写的信，我都有好好收着，我真的特别喜欢。少给我来这套！就算我们没见过，你也不该一口一个残废喊我。我看不是无心之失，根本就是你没有教养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乱说话，我向你道歉，别往心里去。哥，他不仅骂我，还想打林婉星，说林婉星是觊觎你才配不上你。林婉星在公司不归任何部门管，只归我管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为难他、处罚他。通知人事部，白薇薇目无规矩，言语冒犯他人，从副总降为经理，调去基层部门。庭深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情谊，还比不过一个保洁吗？情谊也不是你随意处罚员工的理由。白薇薇，别拿情分当挡箭牌。好。
好了，不要因为我的事影响公司，他知道错了就好。白薇薇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林婉欣正式的身份是……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林婉欣正式的身份是……就算我归陆总管，我也会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，不会搞特殊的。这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结婚了吗？庭深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都是他挑拨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够了，自己做错事还倒打一耙，给我老实点。陆庭深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乱说话，也不乱推卸责任了。什么事？陆总，不好了，公司门口有不少员工聚众闹事，说是对福利制度不满。是公司的员工福利制度有问题，肯定是部分条款不合理，才引发不满的。立刻去查福利制度漏洞，重点核对基层员工待遇条款，半小时内告诉我。之前就听奶奶说，林婉欣似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之前就听奶奶说，林婉欣似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怎么知道是福利制度的问题？你装什么装？他一个保洁能懂什么公司制度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说。陆总，查清楚了，是白薇薇管理的部门员工对他制定的福利细则不满，才带头闹事的。庭深，我真不知道会这样，我马上整改，求你别再降我的职了。明天早上9点之前，把新的福利制度方案放在我办公桌上，再出问题就不是降职这么简单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做方案。出了这么大的事都不处罚他，果然还是很喜欢的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提醒，一定会出大事的。今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提醒，一定会出大事的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嫂子，别害羞嘛。对不起。林婉欣，居然这么容易害羞。林婉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知道我今天入职陆氏集团，特意来祝福我的？看到了吗？我不用你的破预知能力，也能入职陆氏集团。像你这种没爹没妈的孤儿，我不用你的破预知能力，也能入职陆氏集团。像你这种没爹没妈的孤儿，没钱没学历，也就只能在陆氏集团当保洁员了吧。堂姐，请你让开好吗？我还有事，没空跟你废话。想走，把话说清楚。你不是来攀关系的，我们林家可没有你这种灾星亲戚。让开，别挡我的路！你敢推我？林婉欣，给我站住！刚才看你跟林婉欣争执，你是她堂姐？你又是谁？我们之间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这家公司的经理。刚才听你说她是个孤儿，何止是孤儿，还是个灾星，从小就克父克母，谁沾的谁倒霉。原来是个没背景的灾星，也敢觊觎庭深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还是个灾星，从小就克父克母，谁沾的谁倒霉。原来是个没背景的灾星，也敢觊觎庭深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我想你也同样看不惯他，如果你能帮我把他从这家公司赶出去，我就提拔你做部门主管。谢谢经理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你干什么呀，李思怡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不是我要针对你，是你自己本来就是灾星。
这是老天对你的惩罚。在先，这可不敢随便说，太伤人了。说不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哪有人天生是灾星的？你们别不信啊！他在家的时候，家里就经常发生灾祸，东西莫名的损坏，就连我的家人也经常出事儿。是不是巧合啊？就连我的家人也经常出事儿。是不是巧合啊？怎么会这么邪乎？不是巧合，这种倒霉事儿一直都跟着他，直到他离开林家，我们家才平稳下来。他就是灾星本心。哟，真是这样，那也太吓人了，可别给我们带来晦气。赶快把他赶出去吧，我们可不想跟着遭殃。小心，灯要掉了，快闪开！你们看，我就说吧，他就是灾星，只要他在哪里就会出事儿。天哪，他真的是乌鸦嘴！李婉欣就是灾星，大家快一起联合起来，把他赶出公司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出去！不是这样的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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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谁敢让他离开公司！出去！出去！我看谁敢让他离开公司！庭深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正在帮你处理公司里的麻烦。这个林婉欣就是个祸根，留着她迟早是个祸害。他刚才弄疼你了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就是大家都误会我了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敢在公司说李婉欣是祸星，是乌鸦嘴，一切按违纪处理，情节严重者直接开除。庭深，你怎么还偏袒他？刚才吊灯坠落就是个事实，他就是会带来祸事。你的工作做完了吗？没事做就盯着下属为难，这就是当经理的职责。以后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找林婉欣的麻烦，别说经理，连普通员工你都别当了。以后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找林婉欣的麻烦，别说经理，连普通员工你都别当了。你刚才这样，他们会不会看出我们的关系？怎么，我就这么拿不出手，连和你有关系都不想让他们知道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是我太心急了吗？他就这么抗拒我？嫂子，你回来了。嫂子，我问你件事，你上次在公司跟我哥亲上了吗？没有，他应该不喜欢我，只是一时兴起罢了。不可能，我哥明明对你不一样的。哎，嫂子，等等。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这样帮你了，你居然没亲上，你简直太没用了。可能林婉欣觉得我们还不到时候，我不能逼她。哥，你听我的就好，女生最吃这套，最注重情绪价值了。然后呢？具体该怎么办？多哄哄她，多花钱给她买点东西，日常多关心关心她。然后呢？具体该怎么办？多哄哄她，多花钱给她买点东西，日常多关心关心她。这样，嫂子的心还不是手拿把掐？行，我明天就试试。这些衣服
都是给我的。可不是嘛，一大早就有人送来了，就应该这样恩爱才对。原来是为了装给奶奶看，我还以为……别愣着了，吃完早饭送你去上班，别迟到了。好。苏月华啊，苏月华，你选孙媳妇的眼光真是太棒了。快点走啊，别被人看见了。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我作为总裁夫人的神秘感，万一暴露就麻烦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就公开，有我在，谁敢说你半句闲话？你别这样，这可是公司大门口，万一有人来……我……太好了，终于让我找到林婉欣勾引陆总的证据了。这次看你怎么逃走！林婉欣，帮我把这份策划案写了。林婉欣，帮我把这份策划案写了，下班之前给我。这是你自己的工作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怎么忘干净了，不敢写了吗？你之前在村里的时候不是老写这些东西，还以为你多厉害。现在不写，是觉得自己水平下降了，还是觉得比不过我，干脆就放弃了？我没工夫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，别给自己贴金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个，你觉得要是被全公司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照片怎么被他拍到了？这些照片要是公布，隐婚的事就瞒不住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很麻烦。我帮你写。哟，林婉欣，真在这装模作样写策划案呢？不会真以为你写的那点破烂东西能给公司提供什么帮助吧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别耽误我做事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敢勾引庭深。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又土又穷的乡巴佬。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大小姐，你说完了，可以走了吗？你在这说的我脑子疼，没法写东西了。想白嫖我的策划案，没那么容易。想白嫖我的策划案，没那么容易。李思怡，这份随便写的，就是给你的，等着在众人面前出丑吧。婉欣会写策划案，我怎么不记得？这个策划案逻辑清晰，亮点突出，很优秀啊，完全不像新手做的。不是婉欣写的吗？怎么没有署名啊？林婉欣，策划案写完了没？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写好了。林婉欣，策划案写完了没？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写好了，赶紧看看合不合心意。
原来我都是在帮白薇薇打工，不仅没报酬，还要被他们冷嘲热讽。白经理，这是我加班加点写出来的，您看看能不能用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等会儿别给我捣乱。白薇薇，把你准备的策划案拿出来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我写的策划案，是谁在搞鬼？篡改了我的文件。我这里有一份策划案，逻辑清晰，亮点突出，写得很不错。但是不知道这份策划案是谁写的，出来认领，奖励奖金5万元。是啊，这么做不错。顾庭深怎么会拿到这份策划案，还拿来投屏？这是我的策划案，是我熬夜写的。刚才那份被人动了手脚。你胡说，这明明是我写的策划案。哟，林婉欣，真在这装模作样写策划案呢？不会真以为你写的那点破烂东西能给公司提供什么帮助吧？哟，林婉欣，真在这装模作样写策划案呢？不会真以为你写的那点破烂东西能给公司提供什么帮助吧？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，别耽误我做事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改了我的文件。昨天我明明看到你在电脑前写了些什么东西，肯定是你趁我不注意，偷偷换了我的文件。陆总，你没被他骗了。昨天晚上，婉欣主动找我请教策划案的问题，我好心把薇薇写给我的 U 盘借给他参考，谁想到他竟然偷偷拿走，甚至调换了策划案。陆总，这种居心叵测、偷奸耍滑的人，怎么能留在公司影响风气呢？你说，这份策划案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我可以完整的说出这份策划案的所有流程和细节，甚至备选方案。你胡说，那些不过是我跟你提起过的。你胡说，那些不过是我跟你提起过的，你不过是背了下来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这份方案由你来讲，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本来就是你偷了我的方案，居然还妄想取代我的功劳。白薇薇，那你现在拿着这份方案，把你的思路再讲一遍。庭深，是我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找下属帮我写方案。但是，我是一心为了公司好，你相信我。我没有想到林思怡去找林婉欣来做，我没想剽窃她的东西。庭深，你相信我。庭深，我怎么不知道你策划案写得这么好？之前在家的时候练过一些，不算精通。我怎么不知道你策划案写得这么好？之前在家的时候练过一些，不算精通。你别岔开话题，我的奖金呢？小财迷，放心吧，这5万块啊，少不了你的。5万块，我干保洁多久才能赚到5万？太值了。另外，林婉欣表现优异，破格提升为业务部经理。什么？我成业务部经理了？庭深，他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土包子，一没经理，二没资历，你这么做会毁了公司的。我怎么做，轮不到你来智慧。太好了，我靠自己成为业务部经理了。我升职了，我现在是项目经理了。我升职了，我现在
是项目经理了。我再也不是那个端着拖把跟在别人背后收拾烂摊子的小保洁了。可是，陆庭深，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就好了，不是为了哄奶奶开心，不是为了装给大家看的。我的喜欢，在你眼里就这么不明显吗？李婉星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啦？你本来就是我老公，领证的那种，这个便宜，不占白不占。李婉星，你别胡闹，你喝醉了。李婉星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啦？你本来就是我老公，领证的那种，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。李婉星，你别胡闹，你喝醉了。李婉星，你别胡闹，你喝醉了。不是胆子挺大的吗？昨晚不是摸得很开心吗？怎么，睡醒了就害羞的想跑了？停，你别说，快放开我！李婉星，你早晚都是我的，跑不掉的。你是？你怎么会在我办公室啊？我是这里的新经理林婉星。婉星，我是孔繁星啊！我今年来陆氏公司实习，今天第一天报道，行政部说让我过来找你对接一下工作。哎呀，天哪！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，我还以为毕业之后就再也碰不见你了。哦，繁星，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你怎么来陆氏集团实习了？哦，快坐。我还记得高中那会儿，大家都被谣言误导，觉得我是灾星，那时候都躲着我，不敢见我。
就你愿意和我说话，还总护着我，帮我挡下流言蜚语。那时候都躲着我，不敢见我，就你愿意和我说话，还总护着我，帮我挡下流言蜚语。这些都是小事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我当然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话都是瞎编的。你性格这么好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我看他们那么欺负你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哎，高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断联系了，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你考哪所大学，过得怎么样？哎，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谈女朋友呀？你性格这么好，肯定很受人欢迎。没有，我一直没有谈恋爱。哦，王星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，心里边一直想着你。不，繁星我不能收。你刚刚进到陆氏集团，工资肯定不高，刚工作的时候花销大，不必为我乱花钱了。哎，这不算乱花钱。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就当是我敬佩你这些年，你一个人打拼，一直很坚强，也希望这个手镯能好好陪着你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谢谢你。林婉星，你果然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刚靠着陆总上位就勾三搭四，等着吧，我这就去把照片发给庭深，让他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货色。庭深，你看，这就是林婉星背地里做的事。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愿意相信他吗？林婉星对你根本不是真心的，她一边吊着你勾引你，还一边勾三搭四勾搭公司新来的实习生。庭深，只有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对你不离不弃的。够了，喂，林婉星是什么样的人，轮不着你说三道四，出去。查一下新来的那个实习生和林婉星什么关系？好的，陆总，查过了，两人是高中同学，关系还不错。给我查清楚这个实习生的全部底细，一点也不能漏。查过了，两人是高中同学，关系还不错。给我查清楚这个实习生的全部底细，一点也不能漏。好的，陆总，我马上去查。放着陆家的传家手镯不戴，别人送他手镯倒是挺开心啊。庭深，说好今天陪奶奶去看病呢，还让奶奶亲自找过来。奶奶，你知道林婉星在哪儿吗？哦，在她新的办公室里，和一个男生又说又笑的，可能是公司新来的员工。庭深，奶奶好不容易找的孙媳妇，可不敢让别人给拐跑了。放心吧，奶奶，您在办公室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这孩子，满眼都是惋惜。好，我在这等你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。对了，繁星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今天上午要不就在我办公室休息吧？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肯定还有好多话没聊完呢。好，婉星，坐在这儿跟你聊天，好像真回到了高中的时候。对呀，我还记得你高中时候总跟我说你要干大项目，当经理呢。现在我先帮你实现一半愿望啦，我当经理了。你一直很厉害啊，高中那会儿你就显现出了过人的天赋，只不过是没人注意。哎，好啦，别夸了，再夸我就害羞了。
林经理，我有要事要跟你谈，其他人先出去。陆总好。没我有钱，没我帅，也没我高，顶多就是比我年轻一点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先出去吧。也没我高，顶多就是比我年轻一点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先出去吧，我跟林经理谈的事，不是你这个实习生能听的。可是我和婉清还没聊完。啊，对，有什么急事不能下午再说吗？我和繁星这么久没见，我们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呢。我让你先出去。知道了，陆总。哎，其实根本没什么要紧事要谈吧？这么着急把繁星支出去，有什么事啊？繁星，叫的倒是挺亲切的嘛，你都没叫过我庭身。繁星，叫的倒是挺亲切的嘛，你都没叫过我庭身。你干嘛摘我镯子？这是繁星送给我的。你是总裁夫人，这种东西不符合你的气质。这是繁星送给我的礼物，你凭什么抢我手镯？快还给我！这是奶奶特地叮嘱要给你的。这翡翠手镯质地精良，寓意又好，不比那实习生送的塑料翡手镯好看多了吧？可是这不是你们陆家祖祖辈辈的传家宝吗？你之前说过不许送给外人，怎么现在又拿出来了？我说的是，不能随便给别人。你是别人吗？你是陆家少夫人，就应该戴这个。那也是你自己亲手取下来的，现在要送给我，我才不要！不管好不好看。那也是你自己亲手取下来的，现在要送给我，我才不要！不管好不好看，都是人家的一番心意，赶快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不给！你给我！哎呀，好了，别闹了。这个手镯不仅是传家宝，还是陆家夫人的象征。你戴上了，就不要轻易摘下来。不管你说什么，这个手镯我还是要留的。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亲手给他戴上传家手镯，他倒好，还非要那对手镯，就这么想要孔繁星送的东西吗？庭生，我还等着你去医院呢。奶奶，如果爱而不得，庭生，我还等着你去医院呢。奶奶，如果爱而不得，那两个人最后会有好结果吗？我的傻孙子呀，这句话你是说给婉星听的吧？你和他还爱而不得呀？哎呦，奶奶失言了啊！哎呀，我们庭生又英俊又稳重，家境学识样样拔尖，对婉星啊那是掏心掏肺的好，人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怎么会感受不到？哪来的爱而不得？也是，那个孔繁星也就只是年轻点，论家世，论能力，论对他的心意，哪都不如我。婉星迟早会看到我的好。奶奶，你知道婉星去哪儿了吗？哦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哪都不如我。婉星迟早会看到我的好。奶奶，你知道婉星去哪儿了吗？哦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她去你的办公室了。这回啊，可能和白薇薇正说话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得沉住气，别到那就给人摆脸色，吓着婉星了。我去一趟。我劝你识相点，早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准备卷铺盖走人。
别等我把话说得太难听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公司没有任何通知，凭什么让我走？而且我刚通过项目业绩成为项目经理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反而是你，最近接手的项目都没有好的兆头。如果再做不出成绩，公司淘汰的只可能是你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别以为仗着升职就无法无天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抓到你背地里勾搭新来的实习生了，而且我已经把你和实习生举止亲密的照片发给庭深了。他最厌恶不检点的人，你就等着被开除，然后准备收拾东西滚出公司。怪不得刚才在办公室，陆庭深态度那么奇怪，不仅突然抢走我的手镯，还摆着一张冷脸让繁星出去。原来是被这照片误导了。这不过是正常的工作交流，被你恶意扭曲偷拍而已。这不是陆家的传家手镯吗？这质地，这样式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糟糕，怎么偏偏被白薇薇发现这个？她本来就针对我，要是顺着这手镯查下去，知道我和陆庭深隐婚的事。庭深向来把传家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连他妹妹都没有碰到过，怎么会愿意给你？是你趁他不注意，偷偷走的。连他妹妹都没有碰到过，怎么会愿意给你？是你趁他不注意，偷走的。你少血口喷人污蔑我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，空口无凭。走，现在跟我去找庭深对质，我看你偷了东西还怎么狡辩。林婉星，庭深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你根本不该给林婉星好脸色，他偷了陆家传家手镯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偷？把话说清楚。当然是偷的，我刚刚从他手上亲眼看到，那样式那质地就是陆家的传家手镯。你看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，他就是偷了陆家的传家手镯，还敢跟我狡辩。林婉欣刚才还反过来骂我污蔑他，简直厚颜无耻。陆家的传家手镯向来不外传，只有陆家的核心亲人才能接触得到林婉欣这种心机深沉的人。陆家的传家手镯向来不外传，只有陆家的核心亲人才能接触得到林婉欣这种心机深沉的人。为了攀附你，什么做不出来，连传家手镯都敢偷，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？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白薇薇，我真的觉得你该去医院看看脑子。如果陆家的传家宝这么轻易就被我偷到，那陆家的安保系统也太形同虚设了吧。况且就算我真的偷了手镯，我又何必费劲巴拉的争什么项目经理呢？直接拿着传家宝去变卖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还有什么闲心跟你在这扯闲篇呢？你就是贼胆包天，别在这巧言令色，混淆视听。不是偷的，这手镯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根本拿不出合理的解释。够了，白薇薇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林婉星，搬弄是非，你真当我看不见听不见，任由你胡闹吗？这手镯是我亲手送给她的，上次由她主导的重点项目完美落地，为公司带来巨大利益，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。这手镯是我亲手送给她的，上次由她主导的重点项目完美落地，为公司带来巨大利益，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，与偷无关。而你要是再不务正业，整天揪着别人不放，搬弄是非，就别怪我无情，按公司规章制度处理。出去，立刻从我办公室出去！吓死我了！刚刚我差点以为我们隐婚的事情就要暴露了，还好你来了，帮我圆了下来。暴露就暴露了，我会护着你。哎呀，那怎么行？白薇薇她那么喜欢你，一心都扑在你身上，要是知道我们俩已经结婚了，照她的性格，还不得把我扒下一层皮来？有我在，她就算有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对你动手，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。有我在，她就算有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对你动手，我不会让她伤害你的。还不是就是因为有你在，他才有这么大的勇气，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，伤害我。这话怎么说？
你说是我在纵容他？可你就是喜欢他，所以才无论他做多少坏事，惹多少麻烦，你都愿意给他兜底。你根本就舍不得苛责他。谁说我喜欢他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明明就是喜欢他。哥，嫂子，我的腿突然好痛，比之前还要厉害，我感觉我现在站都站不稳。你没事吧？停下，你怎么样？撑住，我去找医生，马上过来。哥哥，我来了。哥哥，我来了。之前每次脑袋里突然出现什么画面，最后都一一实现了。这次难道也一样？停下的腿，说不定不是疼，是要好转了。停下，相信我，试着把拐杖拿开，自己独立行走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嫂子，我的腿好像有知觉了，我之前麻木的地方，现在好像有力气了。那你试着走一走。我的腿好了，嫂子，我的腿好了，我可以正常走路了。停下，你先别逞能，拄好拐杖，不要着急。这件事情要去医院之后才能彻底确定。等你哥回来，我们就去医院。好，嫂子，我都听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我想问你个事，你跟我哥到底怎么样了？最近偷偷摸摸的，是不是进展神速啊？我们先不说这事儿，等你哥回来，我们先去医院。嫂子，一看你就是害羞了。嫂子，你就跟我说实话，我保证守口如瓶，绝对不告诉我哥，我还能帮你打掩护。嘘，你哥回来了。白薇薇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有什么事吗？林婉欣，你到底给庭深灌了什么迷魂药？为什么他偏偏那么相信你，却对我视而不见，还要当众吼我？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毁了我的一切。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我在公司的职位，我在众人面前的尊严，还有我和庭深本该有的未来，全都被你毁了。白薇薇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一厢情愿强人所难，你一直打着爱的名义，不断诬陷伤害他人。白薇薇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庭深说过他喜欢我，我们从小就定下了婚约，他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无名无分的女人，也配和我抢庭深？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白薇薇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、自欺欺人了。哼，执迷不悟，我看是你得意的太早。既然我不能和庭深结婚，我不能和他过上好日子，那你们也别想安安稳稳的在一起。是浓硫酸，嫂子小心。林婉欣，林婉欣，只要毁了你的脸，我看你还拿什么勾引庭深？我看他还会不会喜欢你？你的腿不是不能动吗？你怎么能站起来了？没想到吧，我的腿已经好了，刚才只是在适应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针对我？还有你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？哥，你终于来了！白薇薇想用浓硫酸毁嫂子脸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你的腿好了？是啊，多亏了嫂子，是嫂子鼓励我放下拐杖的。我没事，多亏了停下，不然就有危险了。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把白薇薇交给警察。故意伤人罪。庭深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庭深，白薇薇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
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和婉星面前。我错了，庭深。把他以故意伤人罪交给警察处理，以后不许他踏入陆氏集团半步。明白。不，庭深，不要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庭深！婉星，对不起啊，之前让你误会那么多。我不喜欢白薇薇，只是碍于两家的世交，我对她多照顾了几分。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是我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为你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公布你总裁夫人的身份。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我跟他 CP 太便宜定了。